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个韩国狂人在击败中国选手之后，竟嚣张扬言要踢馆打穿少林寺，还说输掉比赛就捐出他3亿韩元的全部身家。此人就是韩国最猖狂的拳手金大焕，他为人非常嚣张跋扈，用放屁的方式嘲讽倒地的对手。然而这并非是他的极限，曾经违规打法击打裆部，导致对手倒地抽搐，彻底丧失成为男人的权利，而他却拒绝诚恳道歉，表示自己会跪地为那些受伤的选手祈福。所以当他听说少林功夫很强大的时候，立刻想要踢馆少林寺一战成名。可少林寺原本不想理会这种不讲武德的选手，可他却在比赛中屡次模仿中国功夫嘲讽，还说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。此举彻底惹怒了少林寺总教头谢伟。谢伟作为少林实战派的代表人物，在亚洲不断取得连胜排名一路攀升，曾将日本悍将按在地上摩擦整整15分钟。原本他下一步的计划是到美国打比赛，可却无法接受韩国人对少林寺和中国功夫的嘲讽，在比赛中大显神威，将小泡菜按在地上一顿锤，并且还用金刚拳爆杆 KO 对手，彻底消灭了他们嚣张的气焰。老铁们长按点赞3秒支持少林总教头谢伟，传播视频给更多人看到中国力量。黑红色短裤少林寺总教头谢伟，白色短裤脑袋很大的是韩国拳王金大焕。比赛刚开始双方以拳脚试探为主，谢伟转身踢非常犀利果断，但无奈收效甚微。虽然金大焕赛前口出狂言，但比赛中却小心谨慎到了极点，一旦看到谢伟出拳出腿，立刻就一蹦3丈高进行后退。而且这家伙平衡性也非常不错，明明顶着个大脑袋，但却丝毫没影响到他的灵活性。但相较之下可以看到，金大焕虽然上肢粗壮，但双腿却像2条很细的筷子，显然是属于脚下不生根的选手。相信谢伟定会针对他这一弱点进行突破。谢伟百拳被躲，金大焕可能觉得自己摸清了谢伟的套路，不愿再当缩头乌龟，开始主动进攻谢伟。其实这也是韩国选手的一贯特色，在上世纪90年代，韩国赛事发展较早，可以说他们既当裁判又当选手，不断针对其他国家修改格斗规则，这才限制了中国格斗的发展。而且谢伟也必须找到 KO 对手的机会，毕竟他们的裁判选手一家亲，如果无法 KO 韩国选手，那么即使拿到压倒性优势也无济于事。所以谢伟目前压力仍旧很大。谢伟将对手挤在拦网，双手超腋下尝试抱摔，当进入地面之后，立刻尝试进行地面布局。反观小泡菜的防御也可圈可点，虽然从始至终有效进攻极少，但防守转换却行云流水。看到对手打算躺到比赛结束，谢伟当即放弃上位压制，主动起身，可能是为了教训这家伙放屁嘲讽对手，用足球踢对着他污浊的臀部进行进攻，踢得小泡菜满脸通红，痛苦不堪。眼看回合即将结束，谢伟当即向下连续砸拳，面对这样泼皮无赖的选手，谢伟也只能无奈调整心态。第二回合开始之后，谢伟的打法更加激进和主动，一度将韩国选手逼入绝境。谢伟一边追，金大焕一边跑，哪里还有赛前叫嚣少林寺的狂妄姿态。其实很多外国选手都是这样，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选手的强大，但为了在本国粉丝面前保持世界无敌的形象，完全不顾及比赛规则和国际友谊。希望接下来谢伟能稳住心态，不要被对手的避战打法影响到心情。
谢维用拳头不断点刺进攻，积攒了不少的伤害。从对手通红的全身就不难看出，内伤要远比外伤严重。谢维瞅准这一点，连续摆拳上前猛轰。可惜回合铃声响起，谢维无奈停止进攻。回放不难看出，谢维的拳头又狠又准，展现出了一副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。从第一回合的势均力敌到第二回合的险些 KO， 可以说慢热的谢维越来越得心应手。而我也相信伴随着第三回合的开启，谢维将展现少林功夫的强大，只是不知道谢维会用怎样的方式 KO 对手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。谢维的进攻密不透风，可仍旧被对手勉强逃脱，足以证明金大焕的挨揍能力绝非凡人。而且金大焕被称之为不倒翁，咱也不知道是因为抗击打能力强，还是因为明明大脑袋却不会摔倒。老铁们有什么看法呢？6分45，如果不是台下坐着的韩国观众太多，恐怕金大焕都想举手投降了。谢维连续猛攻3个回合，但体力却丝毫未见枯竭，反倒越打越猛，就像是不知疲倦的少林铜人。金大焕累得瘫倒在地。谢维眼看金大焕铁了心使用无赖打法，当即掏出他在少林寺苦修的绝招。谢维重拳爆杆终结了比赛，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韩国拳王，还真是赛前说最狂的话，比赛中挨最毒的打。老铁们认为谢维的比赛精彩吗？欢迎讨论留言。中国选手必胜。